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女人最好的魅力就是为自己而活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曾看过这样的一个讨论，说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是什么时候？下面这样的一个回答让人扎心。读书的时候，因为一旦步入社会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。25、26岁时结婚，将近30岁时有了可爱的宝宝。为了家庭，她选择辞职，专心照顾孩子和丈夫。岁月如梭，46、7岁时，孩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无需她再过多操心。然而，此时她最美的青春年华已经悄然逝去，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，再也无法找回年轻时的风采与气质。对于女人而言，或许最难以承受的就是容颜的日渐衰老。然而，时光不会为她停留，她因为为别人付出而失去了自己，最终一无所获。不清楚他们是以何种标准来评判和衡量的，但有一点无法否认，那就是这个社会对女人的要求确实过于苛刻。男人过了30岁往往更加受欢迎，而女人一旦跨过30岁的门槛，似乎就开始走下坡路。皮肤不再光滑细腻，便会被冠以老女人的标签，未婚则被视为没人要，身材稍有发福便会被指责为没有魅力，甚至在职场上也常因年龄和家庭因素而遭受歧视。男人会觉得女人不如20出头的小姑娘那样美丽动人，最亲近的父母也会因为你迟迟未嫁而感到担忧，老板则会担心你因为家庭琐事而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，从而剥夺你晋升的机会。更可怕的是，随着外界负面声音的不断增多，你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，这样的我真的不够好吗？于是我们渐渐变得麻木，不自觉地迎合着世俗的标准。然而，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不应该被他人的眼光所束缚。其实，女人最好的魅力就是为自己而活。1. 太过无私会失去自我。蔡康永曾在奇葩说上谈到，他很少会看到无怨无悔的爱情，他常常看到的是女人哭着对自己的另一半说，我居然把人生最美好的20年浪费在你身上。这样的场景每每让人心生感慨，既惋惜又无奈。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，凡事过犹不及。过度的付出与无私的爱往往容易让人迷失自我，或是因得失之心而忧虑不安，或是因内心的压抑与不甘而倍感痛苦。王明华身为梨园泰斗梅兰芳的结发妻子，于梅兰芳生涯的低谷时期毅然嫁入梅家。她以贤良淑德著称，不仅精心操持家务，使生活井然有序，更育有一子一女，堪称模范之妻。此外，她还身兼梅兰芳的造型师与经纪人，无微不至地关照着他。王明华倾尽毕生心血，为梅家奉献了所有，甚至为了不影响丈夫的演艺事业，她毅然选择绝育。然而命运弄人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夺走了她心爱的儿女。尽管她贤良能干，劳苦功高，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在娶福芝芳进门。出于对梅兰芳的深爱，王明华对福芝芳照顾有加，礼遇备至，她的识大体顾大局感动了所有人。但她自己却因此病倒，先是胃痛，后患肺结核，久治不愈，最终无奈离世。人生的复杂与曲折远超预期，王明华毫无保留的爱，最终却让他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回旋的余地。德国作家妮娜曾在《爱自己》一书中写道，你要过一种清醒的生活，或是想变得幸福，你必须得爱自己。不够明智的女人往往容易错误地评估自身的价值，认为只有通过牺牲自我，才能让周围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仿佛只有当他们过得幸福，
自己才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。然而，这种将自己置于卑微地位的姿态，往往难以孕育出真正的幸福之花。唯有学会深深地爱自己，我们才能够摆脱无尽的苦楚与不甘，更加轻易地触摸到幸福的温度。当我们真正懂得珍视自己，生活的美好与幸福才会自然而然地绽放。姚晨曾经在星空演讲说过一段话，这些年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：你是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的？我一直很困惑，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先生同样的问题？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，如果你选择作为一个职业女人，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，是个糟糕的母亲。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，又会有人说生儿育女是女人应尽的本分，这不算一份职业。女人真的太不容易了，我们既要拼搏事业，又要精心操持家务，既要承担孕育后代的重任，又要保持那份少女般的魅力，而且还得抵抗岁月的侵蚀。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比任何实质性的伤害都更为刺痛人心。能否抵御这些负面声音，往往取决于一瞬间的勇气和信念。然而，改变整个社会的观念并不容易。因此，许多女人在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我，被外界的眼光所束缚，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，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改变自己，努力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形象。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融入社会，不被视为异类。然而，这样的生活却让人疲惫不堪。女人为丈夫、孩子、家庭而活，为父母、亲朋好友而活，甚至为了赢得他人的认可而活，却往往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求。因此，是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了。2. 为自己而活才有力量。心理学作家武志红说，每个人只有为自己而活的时候，才是最有力量的。女人对世俗的抵抗力，决定了你最终成为怎样的自己。就像一座城市面临狂风暴雨，若能坚韧不拔地抵抗住冲击，便能展现出强者的风范。反之，若无法抵挡，便可能遭受重创。提及徐志摩，众人的思绪往往飘向林徽因或陆小曼，而张幼仪却鲜少被提及。相比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与名媛风范的陆小曼，张幼仪实则是位被低估的女人。与徐志摩在一起时，她始终保持着妥协与顺从的姿态，顾及两家人的期望。无论徐志摩如何讽刺她为土气的乡下人，或是冷漠到宁愿与仆人交谈也不愿理睬她，张幼仪都默默承受，如同一个无名的影子，失去了自我。然而，所有的退让与妥协并未让徐志摩看到他的价值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。失去徐志摩后的张幼仪，决心为自己而活，弥补过往的遗憾。她担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，凭借广泛的人脉关系，成功引领银行走出困境。白天，她在办公室忙碌于工作，夜晚，家庭教师上门为她补习知识。在金融领域，她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在股票市场，她也展现出非凡的眼光。随着事业的稳定与学识的增长，她逐渐找回了自信，甚至能够从容地与徐志摩以朋友般的身份书信往来。连徐志摩都不得不赞叹，一个有志气、有胆量的女子，这2年来进步不少。毛姆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曾写道，女人所谓的幸福，不过是衣食无忧的满足，财产殷实的骄傲，受人爱慕的愉悦，家庭圆满的得意。然而，这样的幸福并不牢固。老公能不能爱你一辈子？公婆能不能接受你？钱够不够花？孩子够不够出色？这些世俗的支撑，通通由不得自己。Poppy 酱的人生排序曾引发广泛讨论。他选择将自己置于伴侣之前，因为人生之中，我们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最长，伴侣次之，
将自我置于更重要的位置，其实是一种真正的成熟与豁达。世间美好繁多，但真正能长久属于我们的却寥寥无几。若按他人的期待而活，终将留有遗憾。唯有依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，方能无怨无悔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星辰，不应被传统观念束缚，而应勇敢追求内心的美好，懂得取悦自己，方能绽放最耀眼的光芒。女人不应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，那样只会掩盖你的独特魅力。在一个综艺节目里，宁静也被问到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20岁，你会怎样选择？面对这一问题，许多人或许会憧憬着重回青春年华，那段充满梦想与活力的时光。然而，宁静却表现得格外坚定。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，可宁静却很坚定地说，我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长这么老，我才有这样一颗不会被随便摧毁的心，我怎么舍得变年轻？除非我带着现在的记忆。她是一位坚强且独立自主的女人，她无畏岁月的流逝，不惧世俗的眼光，从不依赖他人，内心充满着骄傲与自信，活出了真实洒脱的自己。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离不开她不懈地努力提升自己。只有当你变得足够优秀与强大，你才能给那些世俗的偏见与眼光一个响亮的耳光。3. 女人最顶级的魅力就是为自己而活。海明威说，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。女人最高级的活法便是不断地提升自己，实现自我价值，活出独一无二的自我风采。米歇尔，一个时代赋予多重角色的女人，她既是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，更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的第一夫人。然而，金钱与地位的荣光，并非衡量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唯一尺度。女人唯有深谙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，方能解锁更多可能，绽放更加绚烂的光芒。作为第一夫人，米歇尔并未随波逐流，沦为总统身后的无名影子。她坚守本心，遵循内心的声音，在纷繁复杂的世俗生活中绽放出独特而璀璨的光芒。米歇尔将白宫的草坪改造为有机菜园，亲力亲为地耕耘其中，种菜、种花、种水果，享受自给自足的乐趣。他用知识武装头脑，用气质对抗岁月，用丰富的灵魂构筑了一个充实而精彩的人生。热爱流行文化的他，勇敢尝试脱口秀、唱歌、跳舞、拍杂志，成为了电视荧屏上的常客。在得失之间，真正的胜者并非那些物质财富丰厚之人，而是那些能够找到自我存在价值，活出真我风采的勇者。米歇尔积极投身公益事业，为解决美国儿童的肥胖问题，发起了动起来健康计划。他还为黑人女孩奋起活动举行表彰，为弱势群体发声。成长的最佳状态，便是坚持心中的梦想，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。当人们习惯了他亲民欢乐的形象时，他又不失时机地展现出坚定的主见和独特的思想，为社会问题贡献自己的声音和力量。奥巴马曾这样评价他的妻子，米歇尔不仅仅是我的妻子，我孩子的母亲，更是我的朋友，我最好的情人。她活出了自我，优雅而有决断，将各个角色扮演得恰如其分，成为自己，清晰定义自己的人生。聪明努力，坚韧独立，让她活得智慧又高级，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而我们想要提升自己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最可怕的是只顾抱怨，从不行动。提升自我并不是难事。咖啡屋有以下3个方法供你参考。1. 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投资。俗话说得好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唯有通过读书，我们才能汲取知识的甘泉，而知识则是我们获取更多成果与喜悦的源泉。尽管读过的内容未必能一一记得，但在日积月累中，
它们会悄然融入我们的心灵深处，逐渐积淀成我们独特的内在品质。当我们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时，外界的纷纷扰扰便不再能轻易动摇我们的内心。记得《奇葩说》播出时，很多观众无不被那才华横溢、自信满满的辩手傅首尔所深深吸引。然而，少有人知晓，在多年以前，傅首尔其实只是一个与母亲相依为命、艰辛生活的女孩。在节目中，傅首尔曾透露过她童年的生活。那时候，为了生计，她甚至曾将米仓当作临时的家，与老鼠为伴。但生活的困顿并未击垮她的意志，反而让她更加明白读书的重要性。从小到大，傅首尔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她深知只有通过努力学习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进入大学后，傅首尔第一次接触到了北京这个繁华都市的光鲜亮丽。然而，她并未沉迷于玩乐之中，而是把除了上课和日常生活之外的时间都用于读书。她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的文笔和口才，逐渐成为了如今那个在综艺节目中能言善辩的常客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尽管在世俗意义上取得了成功，傅首尔却从未忘记读书对自己的意义。她曾在节目中坦言，生活就像一场奥运会，我们一生都在跑道上奋力奔跑。那些年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在孩子入睡后，便埋头于书本和写作。如果今天我身上散发着光芒，那都是因为我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那张冷板凳。总有些人认为读书无用，但事实上，只是因为从未真正坚持过读书。就像三毛所说，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，不复记忆，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，在气质里，在谈吐上，在胸襟的无涯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。读书是人生旅程中不断成长的关键，它赋予我们更成熟的心态来迎接生活的种种挑战，最终使你被生活温柔以待。读书是实现个人进阶与自我完善的阶梯，只有致力于成为最优秀的自己，才能邂逅那些同样卓越的他人。读书让我们遇见那些更加出色的人，他们将成为生活中的指路明灯，引领我们走向未知而充满可能性的未来。2. 健身也是自我提升的好方式。村上春树说，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，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，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、美丽和清洁。要想保持身体的强韧与美丽，最为直接且简单的途径莫过于坚持健身。千万不要小看健身，真正能够持之以恒的人却寥若晨星。它不仅能够磨练我们的意志力，帮助我们成为自律的女人，更能够强健体魄，塑造出更加迷人的身姿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不乏有人自称健身达人，但往往只是短暂的热衷，难以持之以恒。真正的健身，并非仅仅关注一时的体重增减，而是一种对自我完善的渴望，一种自律精神的体现，让我们不断接近心中理想的自己。朋友丽丽的自律与坚持深感敬佩。一次朋友旅游时，她就毫不掩饰地透露，自己虽然工作繁忙，但始终保持着对身材和健康的严格要求。果然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几乎无时不刻地在坚持锻炼。清晨，当阳光还未完全洒满大地，她就已经开始了晨跑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享受运动的快乐。旅游间隙，无论多忙，她都会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，做一些简单的拉伸运动，保持身体的灵活与活力。晚上，当大多数人都在享受美食或放松娱乐时，她却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，坚持完成当天的训练计划。还有一次，公司为庆祝某个项目的成功，点了丰盛的火锅外卖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，而丽丽只是象征性地夹了几片蔬菜，
然后默默地将自己的健身计划提前。那些习惯于展现轻松瘦身的人，与丽丽相比，显然缺少了她的那份坚韧与毅力。生活中，许多朋友都对她表示了敬佩和赞叹。她微笑着回应，现在付出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未来能够保持更好的状态。我不想让自己后悔，也不想让支持我的人失望。当有人问及她与10年前相比有何变化时，她笑着说，我现在的状态比10年前更好了，用每一滴辛勤的汗水，每一次坚持的锻炼以及每一天严格的自律，所赢得的美丽更加持久且令人心安。这正是健身对于女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意义所在。3. 工作同样是修炼场。米歇尔说，不要限制自己的选择，要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信心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许多女人都向往着过上平淡而安稳的生活，因此在职场中似乎并没有展现出过于强烈的拼搏精神。然而，那些既努力又敬业的女人，她们从未在人生的道路上输掉任何一场较量。在工作中，她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沟通技巧和业务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们逐渐磨练出了坚强而独立的人格魅力。这样的女人，无论人生有怎样奇妙的际遇，都不会轻易把自己交给他人。著名脱口秀演员黄阿丽离婚的消息，恰恰验证了这一点。她当初选择步入婚姻殿堂的对象，是一位出身名门、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富家子弟，而她当时的伴侣，却只是一个相貌普通、名不见经传的新晋脱口秀演员。她曾梦想着通过婚姻跃升为豪门贵妇，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然而现实却给她当头一棒。她不仅要签订严苛的婚前协议，还意外发现丈夫背负着高达7万美元的债务。这意味着她无法分享丈夫婚后所得的财富，反而要与他共同承担这份沉重的债务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黄阿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疯狂工作的道路。即便是在怀孕待产期间，她也坚持站在舞台上，用幽默和才华征服观众。她以近乎苛刻的标准审视自己的生活，一边照顾孩子、操持家务，一边寻找各种上台机会，磨练自己的段子和表达技巧，不断实现自我提升。多年的坚持让她逐渐崭露头角，红遍了美国的东西海岸乃至全世界。她所赚取的财富远远超过了所谓的豪门所能给予她的。有趣的是，当她决定结束这段婚姻时，当年那份看似冷酷无情的婚前协议，竟成了她财产安全的坚实保障。一个会工作的女人，会将金钱的追求转化为对自我成长的渴望，从而不断追求卓越。而一个不工作的女人，只能在依赖他人的日子里渐渐失去光彩，走向凋零。关于工作，马伊琍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如果你还没结婚，听我的，先挣钱；如果你已经结了婚没孩子，听我的，先挣钱；如果你既结了婚又有孩子但还年轻，听我的，还是得挣钱。特别是女人，挣钱是独立，也是资本。总而言之，对于自己渴望的，就竭尽全力去追寻，以自信且独立的姿态去面对，期待着有一天你能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，我好好地照顾了自己，活出了最精彩最独特的自己。你的目标应该是找到一件真正热爱的事情，而不是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能够定义你的人生轨迹。2017年，徐静蕾在38特别节目《圆桌女生派》中提到新时代女人的特征，能够保持自身独立的人格、价值和尊严，不依附于他人，也不受制于他人，自己独立站稳脚跟，有能力选择自由，爱自己，爱他人。愿你不论处于何时何地，都活成自己最美的模样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
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